过去几个月 ，Google 其实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但又很低调的事情。它没有开大型的发布会，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很多人完全没有注意到 ，Google 其实已经悄悄把一整套免费的 AI 工具推出来了。而且重点不是它上线了几个新功能这么简单，重点是这一整套工具不是 demo， 不是测试版，也不是那种你点进去用一下就发现很多限制，很多地方还不能真的落地的半成品。这些工具已经是你可以直接拿来做事的工具了，你可以拿来做工作流程、做内容生产、做资料整理、做 PPT、做营销，甚至你认真一点去用，它是可以直接跟商业变现接上去的。但真正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不是 Google 做了这些工具，而是直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工具已经存在了。更现实一点说，当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这些工具去提高效率、压低成本、放大产出，甚至开始赚钱的时候，另一部分人还在用旧的方法，自己写内容，找人做设计，还得一直来回沟通，反复修改文案，一份一份整理资料，一面一面排 PPT， 一步一步慢慢做，然后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忙，但结果其实没有放大多少。所以差距不是以后才会出现的，差距不是说5年后、10年后才慢慢拉开，不是，差距就是从今天开始，从你有没有开始用这些工具，这一刻就已经在拉开了。今天这支视频我会帮你系统拆解7个我觉得现在最值得注意也最值得上手的 Google 免费 AI 工具。但你要先知道这支视频的重点其实不只是介绍工具，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工具清单来看，那你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会从这些工具背后看到一个更底层的变化，那就是现在的工作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我已经把整套 Google AI 从工具到系统整理成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里面不只是工具，还有我整理出来的完整系统地图、工作流和可以直接用的模板。点击下方说明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以前我们说效率工具，意思通常是帮你把某个步骤做快一点，比如写字快一点、修图快一点、整理快一点。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这些 AI 工具在做的事情，不是帮你把某一步做快，而是直接把整段流程重新包起来，重新设计，甚至重新取代。所以在今天这支视频里，你会很清楚看到几件事。你会知道怎么用一句话直接生成一个可以运行的 App， 你会知道怎么把一堆资料、网站、PDF、YouTube 视频变成一个可以对话的知识系统，你会知道怎么把一份普通文档自动变成一整套专业的 PPT， 你也会知道怎么用 AI 去做内容、做营销、做语音资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把这些东西串起来、组合起来去用的时候，你得到的已经不是效率快一点点而已，你得到的是直接换掉一整套做事的方式。你好，我是 Terry Ong。如果你希望在 AI 时代不只是跟上，而是要跑在前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让你思维升级的内容。好，在正式讲工具之前，我先帮你建立一个很重要的理解。以前我们做事情基本上是分步骤的，比如你要完成一个项目，你会先想内容，想完内容再整理资料，整理完资料再开始写，写完以后再做设计，设计完以后再输出成简报、贴文、视频或者广告。也就是说，以前的工作流程本质上是线性的，上一步做完才到下一步，所以你很容易卡在中间某一个环节。你文案不会写就卡住，你设计不会做就卡住，你资料太多看不完也卡住。但现在这些 AI 工具出现以后，它正在改变的不是单一环节，而是整个流程。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工具做的事情是，你只要把你要的结果讲清楚，它就会往回帮你把中间的步骤自动补出来。这句话很重要。以前你是在执行任务，现在你开始在设计结果。以前你要自己一块一块把砖搬上去，现在你比较像是一个系统导演，你决定方向、决定标准、决定目标，然后工具去帮你把中间很多东西补齐。这个变化才是真正值得你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从第一个工具开始。第一个工具叫 Google Opal。这个工具我觉得非常值得讲，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很大的趋势。以后越来越多原本需要找开发、写代码、
做原型的事情，会开始变成你讲一句话，系统帮你搭出来。Google Opal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只需要用大白话描述，你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完整的 AI mini app。你不需要写代码，你不需要懂开发，你不需要会设计界面，你需要做的只是把你想做的事情讲清楚。以前如果你要做一个简单的 app， 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工具，流程都是很复杂的。你要先想功能，然后写需求，然后设计流程，然后找人开发，开发完以后再测试，测试完以后再修改，然后通常还会再改很多轮。整个过程不只是时间长、很慢，成本也很高。所以很多人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根本没有能力把想法变成工具。但是现在 Google Opal 让这件事的门槛一下子被拉低了。举个例子，比如你可以直接输入一句话，帮我做一个餐饮规划工具，可以输入人数和饮食限制，然后生成一个星期的餐单，系统会在大约20秒内自动帮你生成完整的流程。它会帮你处理用户输入，处理背后的逻辑，处理 AI 输出，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可以运行的小工具。这些步骤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全部都是自动生成的。重点是这个过程不是给你一个静态的页面而已，它是一个可以继续编辑、继续修改、继续调逻辑的流程。你可以自己去手动调整每一个环节。如果你觉得预算还不够，你就加预算。如果你觉得还要多一个条件，比如每个星期需要准备多少餐，你就把那个条件拖进去。如果你想把输出格式改掉，也可以继续改。所以它的价值不只是自动生成，而是它把以前只有开发者才做得到的工具搭建能力开始开放给普通人。而这背后真正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你多了一个新玩具，而是你开始从工具的使用者变成工具的创造者。这个身份差别非常大，因为当你会创造工具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就不再只是把事情做完，你会开始思考这个流程能不能被系统化，这个动作能不能被自动化，这个需求能不能包装成一个小产品。这就是思维层级的变化。如果你是做餐饮的，你可以做一个客户点餐建议工具；如果你是做课程的，你可以做一个用户需求诊断工具；如果你是做保险、房产顾问服务的，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前端筛选工具，让客户先输入需求，再把结果导向不同方案。如果你是做内容的，你可以做一个选题生成器、短视频脚本生成器、标题优化器。以前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像是要找人开发，现在是你自己就能先做一个能跑的版本出来。而且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未来很多人真正赚到的钱不一定来自做内容本身，而是来自于把自己的经验、方法、知识包装成工具，再让别人去用。所以 Google Opal 不是单纯一个工具，它更像是在告诉你，以后普通人也可以开始造系统了。第二个工具在 Google AI Studio， 这个平台本身是 Google 整合 AI 能力的地方。如果说 Opal 更像是快速做出一个工具原型，那 Google AI Studio 更像是把这个概念往前再推一步。它不是只是让你玩玩看，而是更接近产品化、部署、连接真实应用场景。Google AI Studio 本来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偏开发者、偏技术一点，但是最近它一直在往更容易上手、更像自然语言搭建应用的方向走。现在它里面的一个叫 Build 的功能模式已经很明确是在做这件事，就是让你用描述的方式去生成应用。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跟 Opal 的差别出来了。Opal 比较像是快速搭一个能跑、能分享、能验证想法的 AI 小工具。 Google AI Studio 更像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只是想法，而是真的想要往上线的方向、接用户、接业务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你可以往这边走。举个例子，比如你要创建一个语音互动 App， 你不是只是测试一下就结束，而是真的想让用户打开就能用。你可以输入一句话，做一个在运动时鼓励用户的语音助手，系统会帮你生成一个有交互逻辑的应用。你可以直接测试，你可以跟他讲话，他也可以回应你。这个时候你做的已经不是一个静态工具，而是一个体验。而一旦体验可以上线，
它就会变成产品。所以很多人还在以为 AI 只是帮我写一下文案，帮我整理一下资料的时候，其实更前面的人已经在做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开始把 AI 当成产品引擎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未来很多的赚钱模式会变成微型 AI 产品。不是大公司，不是融资，不是团队，而是一个人发现一个具体问题，然后做一个具体工具，帮别人解决问题，帮别人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减少出错，然后收费。你不要小看这个模型，以前做软件是高门槛，现在做微型 AI 产品，门槛正在快速下降。而 Google AI Studio 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只是一个技术平台，它其实在给普通创作者、独立开发者、自由职业者，甚至小生意老板一个新入口。这个入口就是你不一定要会写很多代码，但你要开始学会怎么定义问题，怎么描述需求，怎么设计交互，怎么把一个流程包装成用户可以用的东西，这才是未来很值钱的能力。第三个工具 Notebook LM。这个工具我会说，它是 Google 这一整波工具里面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做笔记、做总结或者整理资料的工具，其实不是的。但如果你真的用过，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笔记工具这么简单。它真正的能力更像是一个帮你理解复杂信息的系统。它可以根据你给它的资料，帮你建立理解、提炼重点、形成脉络，甚至陪你思考的研究系统。你可以把很多各种资料都放进去，比如说网站、PDF 文件、YouTube 视频，全部放进去同一个 notebook 里面，然后你可以直接开始问问题，比如你可以问，帮我总结重点，帮我找出这些资料里面重复出现的观点，帮我对比不同作者的说法，帮我根据这些内容整理一个行动计划，帮我把这些资料变成给团队内部培训用的版本。它不是从公网上乱找答案给你，而是优先根据你喂给他的资料来回答。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就代表它不是一个泛知识的问答工具，它更像是一个以你资料为中心的理解助手。而且更厉害的地方在这里，你不只是把资料丢进去，然后等它回答，你其实可以自己去定义它怎么读这些资料。比如你可以告诉他哪一份资料最重要，哪一个来源是主参考，哪些内容只能当辅助，哪些观点要优先提炼。这时候你做的其实已经不只是问问题了，你是在训练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知识工作流。这对谁最有用？对要学习复杂知识的人很有用，对要做市场研究的人很有用，对做内容、做课程、做顾问、做分析的人也很有用。因为以前最花时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明明有很多资料，但你没有时间把它们全部吃透、理解透。而 Notebook LM 解决的不是资料太少的问题，而是资料太多看不完、消化不了的问题。而且现在它更强的一点是，它已经不只是能帮你总结成文字了，它也在继续强化 Audio Overviews、Video Overviews 这类的输出方式。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帮你整理，还可以把你的资料变成更容易吸收的讲解形式。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问题不是你不会学，而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坐下来慢慢去消化和理解。如果 AI 可以先把复杂资料转成讲解版本，你吸收的门槛会低很多。所以我会说 Notebook LM 的真正价值不是帮你省一点整理时间而已，而是它开始把理解复杂信息这件事变得可以规模化。这件事在未来会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最稀缺的不是资讯，资讯现在已经太多了，真正稀缺的是你能不能快速吸收、快速判断、快速转成行动。第四个是 Gemini 里的 Canvas 功能。以前做 PPT 是一个非常消耗时间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 PPT 技术多难，是因为它很碎片，你要想结构，要写重点，要压缩内容，要安排顺序，要想视觉，要找图，要想什么地方该一面带过，什么地方该展开。所以很多人不是不会做，而是太花费时间了。结果就是一份明明只需要讲15分钟的 PPT， 你可能花半天到1天在做。但是现在 Gemini 的 Canvas 正在把这个流程大幅改掉，你只需要在这里上传一份文档，或者给他一个主题，然后告诉他一句话，帮我做成一个 PPT， 他会开始帮你拆结构、整理页数、生成每页重点，
搭配主题和图片，然后生成一整套可以继续编辑的 PPT， 后面还可以直接导出到 Google Slides。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是一次生成以后就不能动，你可以继续用语言改，比如你可以说这一段太长了，帮我更精简，这一部分更适合放前面，这套风格太正式，帮我改得更年轻一点，帮我把这个版本改成对客户提案用，帮我再做一个适合内部汇报的版本。你有没有发现变化就在这里？以前做 PPT 你在做页面，现在做 PPT 你在调结果，这不是速度快一点而已，这是工作重心变了，你从手工执行慢慢变成口头导演。而这类能力越往后会越重要，因为会做一面一面 PPT 的人很多，但会快速把一堆原始信息提炼成一个适合不同场景输出版本的人，价值会越来越高。第5个工具是 Nano Banana Pro， 这个工具一定要讲，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Google 图像生成这一个部分到底怎么分。Google 官方有说明， Gemini 里是可以用 Nano Banana 2来生成和编辑图片的，而 Nano Banana Pro 则是提供给付费订阅的用户，用来做更进阶的图片生成。Nano Banana Pro 是建立在 Gemini 3 Pro Image 之上的图像生成和编辑模型，重点强化的是更准确的视觉理解，更强的文字渲染能力，多语言文本细节控制和图像编辑的表现。简单来说，如果前面的图像工具比较像是帮你快速生成一张图，那 Nano Banana Pro 更像是你不只是生成图，你是开始真正导图和控图。这2个字很关键，因为很多旧的 AI 画图工具有一个问题，它能生成但不够听话，它能出图但细节常常跑掉，你想加字，字可能会歪，你想做广告感，它给你一个很 AI 感觉的东西。但是 Nano Banana Pro 很明显是在解决更可控、更像可用资产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可以拿它做什么？产品 Mockup、课程宣传图、社媒广告图、海报、Pitch Deck、视觉、资讯图表，甚至你需要一张带清楚文字的图像，它也比旧一代模型更有机会做好。这里最值得讲的一点是，它在文字渲染这件事情上更强，这对商业场景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图片工具最大的问题不是画不出来，而是做不出真的能拿去用的图。你给客户看还可以，但你真要放到广告销售页 PPT 上，可能会差一点点。Nano Banana Pro 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只追求看起来很惊艳，它更接近这张图我真的可以拿去工作里用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做品牌、做课程、做电商、做内容、做营销，或者你平时很常需要做视觉资产，这个工具一定要关注。而且它的意义不只是帮你省设计费，更重要的是它在让从想法到视觉成果这段过程变得更短、更直接、更可控。第6个工具 Pomeli， 这个工具我觉得很适合做生意的人，特别是中小企业、个人品牌、内容型商家，还有没有完整营销团队的人。Pomeli 的逻辑很直接，你只需要给他你的网站，系统就会自己去自动分析你的品牌信息，比如品牌颜色、字体、品牌名称、风格、定位、语气等等的这些内容，然后根据这些理解，帮你生成比较符合你品牌风格的营销内容。Google 自己把 Pomeli 定位在帮助中小企业做 on-brand 的内容和 campaign 这条线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单纯随机生内容，而是尽量先看懂你是谁，再来帮你做内容。这个差别非常大，因为传统很多 AI 内容工具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它不会写，而是写出来的东西不像你。它能出内容，但没有品牌感；它能做图，但看起来不像你的品牌；它能生成文案，但读起来像谁都可以用。Pomeli 想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先从你的网站吸收品牌线索和信息，再去生成社交媒体内容、营销方向、视觉素材、campaign 想法。所以对时间不够、预算有限又需要稳定更新内容的人来说，这个工具的价值其实很高。尤其很多小生意老板最痛苦的地方是在于，他不是不知道营销重要，
而是他每天只是顾生意就已经忙不过来了。你让他还要天天想文案、想图、想活动、想贴文，真的很难。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先帮你把60分、70分甚至80分的初稿先做出来，你再去微调，那整个内容产出的门槛就会低很多。当然，它不代表会完全取代有经验的设计师和营销人，这一点我要讲清楚。但它非常适合做第一稿、批量内容、快速起案或者没时间时的应急产出。这些对于很多中小商家来说，这已经很够用了。顺带一提，Pomeli 的公开测试目前有地区限制，如果你暂时看不到，很可能不是你不会用，而是还没开放到你的地区。第7个工具，也是最后一个，是 Google Anti-Gravity。这个工具跟前面几个工具都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那种你一看就会觉得这是拿来做内容、做 PPT、做营销的工具。它代表的其实是 Google 现在正在往下一个阶段推进的一件事情。大多数人现在用 AI 还是停留在一个很熟悉的逻辑里，就是我问一个问题， AI 回我一个答案，我叫他写文案，他帮我写；我叫他整理资料，他帮我整理；我叫他生图，他帮我生图。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用 AI 本质上还是问一下做一下，但是 Anti-Gravity 在做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它更像是在把 AI 从回答问题的工具往可以帮你执行任务的系统去推进。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以前很多 Coding Assistant 比较像是帮你补几行的代码，给你一点建议，或者在旁边回答你问题。但 Anti-Gravity 不是只做这个， Google 对它的定位是一个 Agent First 的开发平台，也就是说 AI 在这里不只是一个侧边栏的聊天机器人，它开始像一个可以真的下场做事的代理。它可以帮你规划任务，帮你写代码，帮你在编辑器、终端机甚至浏览器之间来回处理事情，还会去验证、迭代和修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你不是在跟一个会回答问题的 AI 合作，而是在跟一个会执行工作流程的 AI 合作。比如你不是只叫它帮你写一段代码，而是你可以给它一个更完整的目标，帮我把这个小工具规划出来，帮我把主要功能写出来，帮我跑一次测试，如果有问题就继续修，再帮我准备部署。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是在帮你做一个小动作，而是在帮你走完整段流程。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 AI 更像是工具，现在 AI 开始变成系统，再往下一步 AI 会开始变成代理，也就是 AI Agent。 也就是说，未来最有价值的能力不再只是你会不会用几个 AI 工具，而是你会不会把工作交给 AI 去执行，而且还知道怎么定义目标，怎么拆任务，怎么检查结果。这个层级一变，差别就不是省一点时间而已，而是你整个人的产能结构都会被改掉。所以 Anti-Gravity 不一定是今天每一个普通用户马上就会大量使用的工具，因为它现在还是明显更偏开发产品和 Agent 工作流这一边。但是它非常值得你现在就理解，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单点功能，而是 Google 正在把 AI 从帮你回答推进到帮你完成。所以如果你把前面这几个工具跟 Anti-Gravity 放在一起看，你会更清楚 Google 现在在做的不只是把一个一个 AI 功能加进去产品里而已，它更像是在把 AI 从工具层往流程层、系统层，再往执行层一路推上去。这个变化你越早看懂，越有机会跑在前面。如果你不想只是知道工具，而是想真正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流蓝图，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完整地图、5条变现工作流、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直接免费领取，先拿去用，再慢慢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系统。我们回头看看今天讲的这7个工具，你会发现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已经不是7个工具或者功能，而是3个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
你不再只是做事，你开始在描述需求。以前你要自己执行很多步骤，现在越来越多时候，你真正要练的能力是把需求说清楚，把标准讲清楚，把结果定义清楚。第二个变化是，你不再只是完成一个任务，你开始在完成一整段流程。以前你可能只把写文案这个任务交给 AI， 现在你开始把从研究、整理、生成、包装、输出这一整段交给 AI 来协助。第三个变化是，你不再只是使用工具，你开始在构建系统。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只会用工具的人提升的是效率，会搭系统的人提升的是杠杆。效率是你做得更快，杠杆是你做一次可以重复放大很多次。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用了 AI 以后只是省一点时间，而有些人用了 AI 以后整个产出方式、内容模式甚至赚钱模式都变了？答案就在这里，不是工具的差别，是用法的差别。你是拿它来替代一点点琐事，还是拿它来重新设计你的工作流？你是偶尔用一下，还是开始把它接进你的日常系统？你是把它当聊天对象，还是把它当作产能引擎？这三个问题决定了你最后用出来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未来的竞争不是单纯看谁更努力，而是看谁更会用工具，谁更会搭系统，谁更早开始把自己的能力放大，那你接下来真正该做的就不是继续收藏更多的 AI 工具清单，而是从今天开始选一个场景，真的动手去搭你自己的第一套 AI 系统。你可以从内容开始，你可以从营销开始，你可以从整理资料开始，你也可以从一个很小的 mini app 开始。重点不是一步到位，重点是你要先从用一次跨到接近流程。因为只要你一旦跨过去，你会很明显感觉到做事的方法已经不一样了。我是 Terry On， 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支视频再见。